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是12月8号，那我们人在巴哈马。我们参加的这个系列赛呢，是这个 WSOP 第一次在巴哈马举办。那我今天参加的赛事呢，是$3300买入的6人制锦标赛。那这场赛事呢，总参赛人数是755个玩家。那发生了非常多有趣的手牌跟大家分享。好，首先呢，第一手有记录的手牌呢，是在1500、3000的盲注级别，起始筹码是4万。那我在之前呢，有赢了一些小底池。对手呢，他在 Hijack 位，他有8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了6000。那我在大盲位，我也有6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K9 方块，选择跟注。翻牌是 Q18 彩虹面，有一张方块，底池16500，我选择过牌。对方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4000。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高牌，有一个卡顺，有后门花的听牌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当然呢，可以选择一个低频率的加注，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当下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张方块3，非常好的转牌，那我们多了一个同花听牌，底池24500。那我选择过牌这时候 Hijack 位的对手也选择过牌，非常好。合牌来了一张叠牌8，不是方块，就是一张叠牌8。那我们这边就是一个 K high， 然后没有摊牌价值我们的范围里面有非常多的8，所以我觉得 K9 在这边可以考虑炸，原因是因为 K high 比较少的摊牌价值。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些更好的 K high， 比如说 KJ 啦，或者是 Ace high， 我可能偏向更不会去下注，更会想要去摊牌这是一个细微的差别。那我当下选择炸胡。那我在想炸胡的尺寸的话，如果我的范围里面有8，那我应该就只有2种下注尺寸，一种是2/3或者是超过一个满帕，那我觉得2个都可以。在底池24500选择了下注20500，然后呢，对手想了一下跟注，那我先开牌嘛，就算炸胡被抓，我一定会开牌。但这时候我看到对手牌，我是非常的不能够接受他是 A7 梅花 Ace high， 就如果他今天是拿什么 AJ、AK， 我可能觉得好一点。那 A7 你说有很糟吗？也没有到很糟，只是我觉得他有更多更好的手牌可以跟注，任何的对子、任何的10、任何的 Q、任何的手对我觉得都可以考虑跟注。那我觉得 A7 GTO 的范围里面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可以炸胡掉这一些合理的范围内，但实际上呢，被他抓了一个炸胡，我也是蛮傻眼的。好，这时候呢，进入到了休息时间，回来之后呢，关注测了，然后盲注级别来到了2500、5000。这手牌呢，蛮有意思的，对手有75000，大约是15个大盲，他在bottom位加注到1万。那我在大盲位，我有18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一对 A。这边的话，15个大盲有效的话，我觉得只有3种策略。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跟注，我也可以选择一个3次下注，我也可以选择 all in。那我觉得3次下注其实没什么道理，原因只有15个大盲。我可能就选择跟注或 all in。这个对手呢是一个巴西的玩家，那我觉得他会有很多的很有攻击性的持续下注，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然后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区别。翻牌是 A3Q 彩虹面，底池27500，所以我们中了一个 AA 顶3条。这个时候呢，我们预设策略选择过牌，对手选择了一个很小的7000的持续下注，那我这边选择跟注。A3Q 基本上我很难会有一个加注的炸，那我觉得我的手牌也不需要保护，然后也可以很轻松的跟注，所以没有问题。转牌来了一张叠牌3，然后底池41500，所以转牌我们就中了 full house 嘛。我们过牌，他也选择过牌。那理论上我们转牌可不可以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可以有，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范围的3比较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细节当下选择过牌。合牌来了一张无关紧要的9。那我自己其实在这边有一个疑问我觉得我合牌可不可以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我觉得可以有。如果要下注的话，可能会是看我想要表达我是什么样的范围如果说我是一些比较弱的牌，比如说一些 A 叉很弱的 A 叉，很有可能翻牌前会 all in， 所以我的 A 叉其实很少，但是我有很多的 Q， 当然也会有一些3条3。那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有 Q 的话，我可以做一个阻挡下注，那我就是低于1/3或1/3左右。那如果说我今天有3条3，可能是半个底池或是更大，甚至 all in 都可以。当然我们要想的是整体的范围我的范围里面其实很多的 Q， 基本上很少的 A， 所以对方也知道。那我认为对方如果要选择炸胡的话，这是一个对方非常适合炸胡的机会，原因是因为我的范围里面就太少 A， 然后我有 Q 也很难跟住。3的组合当然有，但是也不多就是他看到我过牌的话，所以我会认为对手应该会有炸胡的机会，所以我选择了过牌，然后对方也选择过牌，他放弃，他没有炸胡。那大家看到我的牌，他就笑了一下，他就弃牌。
下来呢，没有什么有趣的手牌，至少我自己认为都是一些蛮标准的，不管是翻牌前 all in 或者是很简单的状况。重点是进入到了前圈了之后呢，盲注级别来到了5000、1万。这个时候呢 ，bottom位的对手有25万的筹码量，选择了加注到25000，大约是2.5个大盲。那我在大盲位，我只剩下83000的筹码量，拿到了 J9 不同花。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已经进入前圈的话 ，J9 对上 bottom位的加注2.5个大盲是一个很明确的抵抗，然后选择跟注。翻牌是 J65 2张方块，底池65000，然后这时候我选择过牌，对手 all in 我，然后我大约剩下58000左右。那我想超久，其实我想超久不是不想要不跟注，而是因为当时呢有一个 pay job， 所以呢我想了一下之后呢，确定隔壁喊了这个出局了之后，多了这个500块钱美金，然后我就知道我可以继续这个动作，那我就跟注。那我看到对手的手牌是 A3O 带一张方块3，很多玩家可能看到这边会觉得很奇怪，说底池65000，他直接 all in 我58000 ，A3O 合不合理？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啦，原因是因为我的范围里面就是有太多没有中牌的手牌嘛，那他 Ace High 很有可能是领先的，就算是落后他都会有 Ace High 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底池已经太大，然后后面的筹码已经太少，所以我觉得他的 A3O 翻牌 all in 是没有问题的，那刚好就是我有中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的筹码量就翻倍，然后打回来赢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然后过了几手牌呢，这手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手牌发生的状况呢也是在5000、1万的盲注级别 ，Hydra 位的对手有234000，大约是23个大盲，5人桌他第一个动作，那他想超久，那我不知道想超久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我觉得很明确，就是他不确定这手牌该怎么做，这是一个现场玩家最容易露出马脚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想一下之后呢，他直接 all in。那其实 Hydra 位是没有直接 all in 23个大盲，预设策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范围啊。他 all in 的时候，其实桌上的人都是满头问号，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直接 all in 这么多筹码？那当然，其他玩家都弃牌。这个时候到我的大盲位，我拿到了一对 Q 啊，当然我不管他是什么范围嘛，他绝对不会有 AKK， 所以我才不管他，所以我就跟住了。然后我看到他是1对5，那我觉得1对5在 Hydra 位可以推15个大盲，如果是超过18个大盲的话，应该是最小加注比较好，因为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分界点。但23个大盲是绝对不会 all in 啊，应该说正确的分界点应该是20个大盲以内或是以上。那20个大盲以上是绝对不会 all in， 然后20个大盲以内的话就稍微接近一点，这个就是一个小细节，顺利的赢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池。过了几手牌之后呢，盲注级别在6000、12000，我大约有32万的筹码量，我在 Hydra 位，我拿到了 AA 能输吗？加注到24000。这个时候呢 ，CO 位的对手他是一个短筹码，他只剩下14000的筹码量，他选择了跟注，因为他就是不到2个大盲的 all in。大盲位的玩家呢也有大约32万，然后他也选择跟注，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然后有一位玩家是已经短筹码 all in 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打一个边池。翻牌是 QJ7 2张红桃，主底池是6万，然后边池呢是2万，反正总底池大概是8万左右。这个时候大盲位过牌，那我们这边很明确的持续下注，我下注25000，大盲位玩家跟注，转牌来了一张红桃8，3张红桃在台面上，边池呢是7万。那我们的 AA 是红桃 A 跟黑桃 A 嘛，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红桃 A 当然差很多，但我觉得有红桃 A 应该是偏向更会下注。当下呢，我选择了下注6万。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又跟注，合牌了一张不同花的5，没有改变太多的一张5，然后这时候大盲位过牌，那我的筹码量大约剩下22万左右。那这个底池大约是边池是19万，然后主底池是6万，也就是整个底池大约是25万。那我在想，我今天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接近满帕的 all in， 那我觉得很好。如果我说我今天是 AQ 或 KQ 的话，我更偏向是一个比较小的下注，比如说半个底池。那我觉得没有阻挡到他的跟注范围啊，比如说最明确就是 Q 的顶对，都会是一个很好的 all in， 包括了 AA， 包括了 KK，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all in 啊。这个时候我 all in， 然后他在想，我当然希望他跟注嘛。他想一下之后，他可能觉得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啦，大家可能觉得说，不管我是不是炸胡，我都要开牌嘛，因为有一个 main part 跟 side part 有短筹码 all in， 所以他一定看得到我的牌啊。然后他也知道说，其实大部分的玩家在这种情况下的炸胡其实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我就觉得不一定啊。原因是因为这个边池其实蛮大，底池有19万，所以这个底池是大到让我是觉得绝对是有机会冒风险去偷的，因为这个很值得偷。反正我的手牌就是 AA， 我就 all in 了。然后他想一下之后，他弃牌，我开牌嘛，我是 AA， 这个短筹码的玩家要开牌，他是 A4 不同花，所以我就赢下了这个25万的底池。经过了非常多手牌之后呢，最后一手牌呢是在1万、15000的盲注级别，我在 CO 位，我有27万的筹码量，刚好是18个大盲，我拿到了1对5。那我觉得1对5在这边应该算是一个最尴尬的状况。什么意思？我认为17个大盲以内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是简单的 all in。如果说20个大盲跟20个大盲以上的话，应该都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加
加注，而不会是 all in。所以我刚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就是这种18、19个大盲，17、18、19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在我的翻牌前的范围的课程里面就有做相关的内容。那我们这边稍微跟大家回复一下，就是其实17个大盲以内的话，我觉得最正义 V 的做法就是1对5以下的手队都会直接 all in。那我觉得18个大盲就是差一个，它也绝对是正义 V 的 all in。那我也觉得 all in 会比最小加注来的好。然后相对来讲，18个大盲冒的这个筹码风险其实没有到想象中这么多，那我就选择 all in。那我左边的玩家呢是刚好拆桌过来打了几手牌的一个印度玩家，她是一个女牌手，她是一个有名的牌手，然后她的筹码量非常多，她140万。她想了一下之后呢，她就跟注，当然她跟注基本上就不妙嘛，因为她很有可能是比我大的对子，至少都会是高牌嘛，2张高牌。然后小大盲的玩家都弃牌之后呢，我看到2位玩家，然后呢我是1对5，他是1对 Q， 好像跟之前有讲的那个 all in 是很像。原本是我是1对 Q， 他是1对5，就是相同的位置嘛，然后我筹码翻倍。然后现在变成是我是1对5，他是1对 Q， 这把牌就出局了。那这把牌出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如果说今天是18个大盲，或者是到20个大盲，我当然可以最小加注，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我也觉得最小加注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很尴尬，原因是因为17个大盲以内的话，我会建议直接 all in， 然后我觉得18个大盲以上就是刚好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纠结啦。那我觉得最明确应该是20个大盲以上，我是绝对不会在 COA 直接 all in 小对子，所以就是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况下，那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错误吗？我觉得不是错误，因为它还是正 EV， 只是它是不是最好的策略？那我就是给一个问号。那我觉得这取决于就是我后面的bottom位、小盲位跟大盲位的玩家的程度跟他们的策略。bottom位的玩家他筹码量很多，然后我也认识他，绝对是会打牌。那小盲位的玩家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意大利的玩家，他有赢过一条金手链，他的筹码量也不到20个大盲，他可以3BO 赢很多牌，我也没办法跟。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呢，也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打得算不错，他的筹码量也蛮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根据我现在这样回顾这3个玩家的特性的话，那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可能 all in 会好一点，只是筹码量刚好卡在一个就是不上不下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把牌我们就 all in， 然后就出局了。获得的名次是52名，那总共是755位玩家获得是52名，奖金是7600美金。这就是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手牌状况，就这样，大家拜拜。